我联合各国与霸国开战，将世界资本拖入泥潭。这个世界一直活在霸国的恐惧中，他们所谓的和平本身就是一场作秀。如果我真的拥有上百颗和平，他们敢对我动手吗？他们先刺杀了猎人学校总教官，现在则轮到我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一直致力于世界和平，因为我掌握了霸国的很多秘密，比如他们对欧洲各国的监视。三金直接甩出霸国情报局在欧洲铺设的安全屋，包括进入过安全屋的情报员。我已经把这份资料发给了欧洲各国。和平从来不是嘴上说出来的，而是要做出来。三金的发言让霸国瞬间陷入了信任危机，欧洲的安全屋几乎被连根拔起。与此同时，中东的石油大国们也开始对霸国不满，纷纷出现毁约现象。霸国接连不断的空袭，让雇佣兵损失惨重。霸国必然会把东面的几个城市占据，继而对我们实施合围。一旦合围成功，我们就危险了。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单调霸国的空军基地，断了他们的空中支援，这样就能把霸国的军队困在那里，继而对他们形成合围。但我有个疑惑，北极湖和上地武装太分散了，很容易遭到分割。都是按照师傅的命令来的，他还有杀手锏100辆喀秋莎，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只需要照做就行。我相信神话，他肯定有出奇制胜的法子。与此同时，三金在皇冠号招待着一群富豪，欢迎比利、所罗门先生。他们借给猎人学校3000亿刀，但没想到三金居然直接跟霸国开战了。我带你们好好领略下这艘赌船的魅力，保证大开眼界。我们来不是娱乐的，而是想搞清楚非洲的事到底怎么处理。还有债务的事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债务问题当然得找乔治王子，不行的话你们找皇室要债，反正皇室拿不出来，刚好趁机完成绑架。这场战争必须得终止，我们可以从中调和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结束它。我猜你们是想得到更多，不单单是非洲的资源，还有在霸国的利益，对吧？神话先生，您是真正的聪明人，那就再借我7000亿刀。再借7000亿，你疯了吧？我没疯，欠的钱多了我才安全，只有我安全了，才能保证你们的利益不受损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别着急，我帮你们好好分析分析。霸国此次的全球反恐是报复行为，不是掠夺行为。你们觉得能打多久？欧洲爆出监视危机，中东各国已经有了和平，那么最终这场矛盾要向哪里转移？你们是最不希望我死的。如果我死的话，3000亿就真的打水漂了。乔治王子就是帮我背债的。三金死，他们亏3000亿；三金活，他们才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再借7000亿，我会把所有的事搞定。我这个人讲究信誉，再也没有什么关系比借贷关系更牢靠的了。妈的，神话这是在套娃！我会告诉你们下一步该怎么转移。做空，其实你们已经开始对东南亚进行狙击了，但那里赚的只是小钱，最终目的地在港岛，而且时间要控制在明年7月之后。届时我会狠狠地狙击你们。我投了。神话兄弟，我喜欢你刚才的一句话，借贷关系才是最牢靠的。各位都是有大格局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收割世界吧。送走富豪们，三金打给二毛国德米克罗上校。我正在跟霸国打仗，给我搞500辆喀秋莎，3天之内运抵非洲。挂断电话，三金又打给哥萨克佣兵首领克拉夫将军，要不要出来打个短工？什么短工？我准备雇佣你们为我而战，先期雇佣10万人，需要多少钱尽管开口。3天之内抵达非洲，顺便从德米特罗那里把500辆喀秋莎带上。乔治王子在非洲发布悬赏令，普通大兵的脑袋2000刀，少尉5000刀，上尉2万。如果能杀掉1名将军，奖励500万刀。三金想好了，就照着7000亿打，少花1分都不行。国内航天局的无人机作战才是这次真正的杀手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三金又接见了法兰西的议长、斗牛国的部长、澳洲的副总等，他们都想让这场战争进行的时间久一点，让霸国彻底疯掉。我每天要烧掉10亿刀，1个月就是300亿，一年将近4000亿。你们每家先带给我个1000亿吧。刚开战没多久，三金就发展成了代理人模式，到处通吃。上校，你的武器我包圆了，有什么要什么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导弹之类的多多益善。我看船厂还有不少战舰，火炮也要，坦克也要，武装直升机、战斗机之类的全都要。你能搞到多少我就要多少。你的预算是多少？没有预算。嘿嘿，我的好兄弟，要不要让奥丽娜过去陪陪你？这个主意不错。非洲 K 国大漂亮跟政府军达成协议，将这里变成了临时空军基地，准备干场大的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哥萨克。目标海内瓦机场，饱和式覆盖打击。一瞬间，漫天的火箭弹发射而出，海内瓦机场遭到地毯式轰炸，无数大兵葬身火海，不管是战斗机还是武装直升机，全部变成碎片。白宫召开紧急会议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，意义究竟在哪？当然是和平危机、国土危机。愚蠢，明明可以和谈，却非要陷入泥潭。我认为可以边打边谈，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。如果这个时候选择妥协，那以后我们就不用进非洲了，连中东都得绕着走。鸽派和鹰派争吵不断，最终选择边谈边打。什么？让我去猎人学校谈？开什么玩笑？我那么怕死，万一过去被一锅端了怎么办？都打成这样了，老子当然得苟起来。
那就继续打。不光继续打，还得比从前打得更狠。你们收到107火箭筒了吧？拖着它到处炸，别给这群孙子喘气的机会。非洲这么大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战线拉成什么样。霸国战争基本都是针对小国，从没打过真正大纵深的战斗。战争又打了将近1个月，彻底把霸国拉进了泥潭之中。三金则是钱越打越多，他要秘密回趟国内。重武器已经搞定了，由孙银虎暗中接手，现在缺的就是无人机，得去趟航天院。奥利维亚和童安被安排在省城别墅，躲避霸国的报复。金爷，您一路辛苦，听说您把霸国打哭了。还行，我就说我们老胡家祖坟冒青烟了，这辈子能跟着您，就算马上死掉也值了。非洲矿山的事过阵子再说，要不了多久了。我听爷的，您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怎么脸色这么差？老板，他怕你卖他，怎么说都不听。我没睡过安安，但是睡过你。想卖你就不会把你送到大夏，也不会让你跟安安在一块。这个道理不懂吗？神话。洗干净，去里面等我。安安，你不适合做情报员了。老板，你不要我了。没说不要你，只是给你换个岗位。我准备在雾都建一所管家学校，届时由你负责。老板，你要拓展情报机构，这个方法好。不列颠的管家是西方很多有钱人的追求。没错，我需要你负责管家学校情报培训这一块。老板，你对我真好。如果管家学校搞不好的话，你就继续干公关。国内原本还想搞三金的人，随着霸国战争全都打消了念头。不错，就是这个感觉。三金，这是我们反修订的最终版本，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性能。蜂巢平台需要强大的算力，以目前的科技程度，还无法达到蜂巢战术的要求。是这样的，但操纵一架无人机完全没问题，不会受到太大限制，在一定距离之内，侦察影像也几乎可以做到实时传递。够用了，把所有无人机打爆，我要带走。我觉得应该再改进一下，否则就是一堆工业垃圾。院士，今年才96年，你眼中的工业垃圾拿出去是高科技，明白吗？无法执行蜂巢战术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世界的问题。回到非南，三金立刻召集佣兵负责人研究眼下的局势。我们极度缺乏制空权，处于挨打的状态，想要打赢，必须得拿到制空权。蓝湖团长说的没错，没有制空权，我们就变成了老鼠，只有躲避的份。我带着制空权来了，霸国是高空，我们则是低空。低空没有制空权。如果是巴掌大小的侦察机呢？它能在城市中快速飞行，而且灵敏无比，这算不算低空制空？巴掌大小的侦察机？没开玩笑吧？有这样的侦察机吗？跟我来，我为你们演示现代化战争。三金操作无人机快速向前飞去，很快就发现了霸国大兵的防御阵地，并传回了精准的坐标。火箭炮准备发射，一颗颗火箭弹轰出，实现了以前没有过的精准打击。上帝啊，这不是玩具，太恐怖了，这样都可以。